王尔德曾说，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曾以为金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，现在才知道的确如此。是啊，成年人的世界，没有钱就没有了选择生活的权利，没有钱就没有了底气和安全感，没有钱甚至有时候连活下去的机会都没有。可是你可曾知道，这世界上还有比贫穷更可怕的事，那就是心穷。物质上的匮乏尚且可以用金钱来弥补，心若贫瘠，就注定一生荒芜。心穷是什么意思？一个人穷一点，缺钱花，缺衣少食，都是小事，只要努力改变命运，孜孜不倦追求理想，总有一天会翻身。一个人再穷不穷骨气，那么穷也是暂时的。心穷的人没钱还不想去赚钱，就是有钱了也觉得不够多，还是天天叫苦连天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穷是一种心态。国学大师齐善红说，真正的穷不是没钱，而是心穷。心穷的人与人不善，遇事抱怨，分钱小气，只有赚钱的欲望，却不具备赚钱的特质，最后只能深陷贫穷的现实。人穷穷一时，心穷穷一世。一个内心贫瘠匮乏的人不可能发达。一、与人不善。小说大卫·科波菲尔有个人的结局令我印象深刻，他就是乌利亚·希普。乌利亚家里很穷，父亲死后生活更是艰辛。善良的律师威克菲尔先生知道后，便让乌利亚在身边做学徒，并将自己所知的法律知识一一传授给他，希望他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。乌利亚的确很努力，为人谦卑，对人诚恳，学习着律所里的各种事务。可这一切不过都是他的伪装。他自卑于自己的贫穷和低下的地位，一直觊觎憎恨他人的财富，一边利用威克菲尔对他的信任做假账，贪污客户的钱，一边破坏威克菲尔的名誉，将其架空，试图侵吞其财产。不料最后被人揭发，计划落空，众叛亲离，还差点将自己送进监狱。心穷之人内心充满恶意。人这辈子最值钱的就是根植于内心的善良和人品。做人一辈子，人品是底子。没人愿意与为了利益不择手段，为钱财违背良心的人为伍。保持心性正直，品行端正，才能聚人心，为自己积攒财运。二、遇事抱怨。作家鲍温说，喜欢抱怨的人整天都是一副苦瓜脸和没有灵魂的躯壳，这些只会让他一步步走向绝望，自己却浑然不知。所谓怨天者无志，怨人者心穷。遇事总把抱怨挂嘴边的人，注定难以成事。在希尔顿大酒店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，有两位年轻毕业生杰克和汤姆，他们同时应聘到希尔顿，两人都想在这样一个大酒店一展宏图，实现人生的飞跃。可他们很快就发现，酒店不仅不重视他们，还将他们打发去清扫楼道卫生，工资少，活还累。杰克一下就受不了了，明明有专门的人打扫，为什么还要我干？让我干这种工作真是大材小用。他每天埋怨酒店，埋怨经理，责怪领导眼光差，脑子有病，索性也开始偷懒摆烂。工作时不是躲角落摸鱼，就是随便应付应付。反观汤姆，刚听到这个安排时，他也十分不解，但还是选择了把工作做到位。他每天最早来到公司，提前准备工作，研究各种清洁剂，以达到更好的清洁效果。虽然是最不起眼的工作，但他还是勤勤恳恳，投入了100%的努力。就这样，4个月过去了，不出意外，杰克被辞，而汤姆则被任命为客房部主管，薪资翻了好几倍。有句话说得好，一个人对事儿的态度里藏着他的财运。心穷的人遇事抱怨，天天做着发财梦，却丁点苦都不能吃，既没有良好的心态，也没有把事情做好的能力，自然与财富无缘。而那些做事靠谱、对事负责的人，反而能赢得金钱青睐。钱的背后是事，摆正心态，做好事情，解决事情，钱自然就来了。3、分钱小气。作家雾满兰江曾认识一位厂长，
年轻有为，能力出众，30岁就做到了一家乳品厂的厂长位置。但仅仅半年不到，他就把厂子办搞砸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舍不得给工人分利。当时乳品厂效益普遍不好，但有家企业却每天有新品推出，风生水起。于是他开始模仿那家企业，搞了一个实验车间。厂里所有员工都可以拿原料去实验车间捣鼓，只要感觉不错，就可以上报进入工艺流程，当天就能生产销售。但不同的是，销量不好不要紧，一旦销量突出，那家企业便会给员工提成。可他却一分不给，不仅如此，员工实验用的材料他还要另行收费。对此，底下员工气愤不已，故意弄坏模具，弄丢配方，希望他能取消收费，允许提成。但他仍旧寸步不让，想从我手里拿到钱。没门！就这样，工厂很快停产，工人走的走，散的散。他自己则每天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，怒气冲冲地骂世道不公，骂人心险恶，宁可把企业拖死，把自己拖残，也不愿让利，最后落得个一无所有的下场。这便是心穷的人，分钱小气，永远无法与别人共利。可想赚大钱，必须要做到利益共享。巨甲范蠡谈及自己的经商之道时说：“于己有利而于人亦有利者，大商也。所谓利可共不可独，独利必败。”总想把利益都攥在自己手里的人，只会失去更多。懂得让利于人，以社为德，一个人的财路才会越走越宽，越来越广。死要面子。俗话说，死要面子活受罪。心穷的人往往很爱面子，但是又没有面子。要知道，面子不是你炫耀出来的，而是别人尊重你，是你自己做出了成绩。心穷的人一般都喜欢炫耀自己，不希望自己被人看扁了，更不希望自己生活在低层次的人群里。他也常常做打肿脸充胖子的事情，比方说自己没有钱，但是身边的朋友都买了小车，他就心痒痒，想着如何买一辆车还要高端一些的。他借来很多钱买了车，还花了不少的钱改装成奇奇怪怪的样子。他开车出门，故意加大油门，以为这样的噪音就足以证明自己有实力。他以为车子花里花俏就可以引起别人注意，就是很气派。可是他借钱了，谁来归还？什么时候归还？却毫无把握，甚至都没有打算归还。一个穷人还可以借别人的车开出去炫耀一番，可以伪装成奋斗的样子，可以打扮光鲜亮丽，参加一些高端聚会，对别人夸海口。越是心穷的人，越爱炫耀自己，结果总是会被人识破，被人嘲笑。这样的人反而弄丢了面子。没精神。我的表弟曾俊，大学毕业后5年都没有出去工作，每天窝在家里玩手机、看电脑，要么就去麻将馆打几角钱一盘的麻将。如果有亲戚朋友介绍曾俊去打工，他马上就会说：“你看我这样子，每天都活得没劲，提东西都很痛苦，怎么去打工呢？”算了吧，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吧。上个月，曾俊去参加同学聚会，班长介绍曾俊去东莞一家公司做文职工作，工作也很轻松，工资也不低。可是曾俊去了半个月就回来了，连路费都没有赚到。他对父母说：“东莞真的不好，太热了，如果长期在那边就要得病，我还是回家好了，起码身体不会垮掉。”看到曾俊的样子，亲戚朋友都在摇头，也懒得管他了。心穷的人做什么事情都没精打采，是一种很慵懒的样子。他的心态是阴暗的，再温暖的阳光也无法温暖他的心灵。他就像霜打的茄子，总是蔫了的样子。不动脑子。俗话说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可是心穷的人真的没法子，也懒得想办法。比方说，家门口的灯泡坏了，但是他看到灯座也有点歪了，就觉得这一个灯泡无法修理了，宁愿每天摸黑回家，也不愿意动手修理灯泡。事实上，只要把灯座扶正，换一个灯泡就可以了。其实每个人只要动动脑筋，冷静下来思考，就会发现破解困难的办法。很多人感觉毫无办法，往往是因为太心急、太焦虑了、太冲动了，或者是心灰意冷的状态。当一个人对一件事失去了希望，
感觉没有出路了，自然就会说没办法了。聪明的人都相信天无绝人之路，只要尽力了，还是没有办法，那也是问心无愧的。因此，当你说没办法的时候，应该冷静下来，用心去感悟自己的人生，用心去思考未来，总会寻到一线生机，在社会的夹缝中求得生存的空间。7. 没知识，知识就是力量。可是心穷的人不相信，他觉得自己读了那么多年书，还是一事无成，足以证明读书没有用。他也不想再看书了，宁愿每天看无聊的视频，看垃圾小说。他还宁愿睡懒觉，也不会想一想今天应该做什么。真正富有的人不是腰缠万贯，而是学富五车，心灵是丰富的，有满足感，对现在的生活感觉很满意。心穷的人眼里只有钱，但是不愿意提高赚钱的本领，没有赚钱的能力，或者他还指望别人拉他一把，如果别人不愿意帮助他，就记恨别人，有仇富心理。儿时的玩伴潘凯大学毕业了，在一家小企业上班，很多同事都通过自学拿到了本科文凭，拿到了很多的职称，还有的同事考上了公务员。只有潘凯在小企业上班10年，还是老样子。他每个月的工资2000多，连一家3口都养不活。他总是说，我有这些知识就够了，在这样的小企业哪需要学这么多。他的想法其实是得过且过。8. 我若我有理。去年杭州滨江黄女士的宝马车被一个快递员的电动车撞了，当时的她正玩手机，撞坏了黄女士车的左前灯，维修费需要1万多块钱。虽然交警判定快递员负主要责任，但也劝黄女士说，快递员挣钱不容易，让她少赔一点。黄女士也同意了，答应只赔偿4000块就行。可等到约定赔偿的时间，黄女士等到的不是快递员的道歉，而是劈头盖脸的指责，你那么有钱，又不差这点钱，为什么一定要我赔？你看心穷的人总会把穷当成自己的底气，明明犯了错误，非但没有承认的勇气，还用我若我有理当成拒绝承担责任的挡箭牌。这世界上穷的人并不少见，只不过有的人穷一阵子，有的人穷一辈子。穷不可怕，怕的是心穷。心穷的人非但没有改变现状的想法，甚至还觉得我穷我弱，所以全世界的人都要让着我，即便我犯了错，那些比我强的人也不能惩罚我。假如你身边也有这样的人，请记得一定要远离。心穷的人从来只会拒绝成长，这样的人要么用他的负能量感染你，让你渐渐斗志全无，变成和他一样的人，要么仗着自己穷自己弱，拼命地占你的便宜，对你不停索取。远离这样的人吧，这不是拜金和功利。你要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要你有志气有能力，在贫穷也有改变的余地。可是心若穷困了，就只会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社会，归咎于他人，从来没有往自己身上想原因。这样的人注定穷一辈子。9. 极度自私。你还记得那个骇人听闻的新闻吗？今年5月，俄罗斯一航班突然起火，41人遇难，仅37人生还。而实际上，那遇难的41人本来有很大机会可以逃生的。当时飞机起火后，机组人员立刻组织乘客紧急疏散。就在大家忙着逃命时，一个大叔却用身子挡住了后面人的去路，不慌不忙地从行李架上取自己的行李。等到大叔取完行李逃生后，火势蔓延，飞机爆炸。在他之后，仅有3个人逃命。事发之后，这名大叔不仅毫无愧疚之意，居然还反问航空公司，我都等了40分钟，为什么还没把票退掉？他何曾想过，那些枉死的冤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多么恐惧，又何曾想过那些失去亲人的人们究竟有多么痛苦？这样的人还少吗？你还记不记得去年广东发生的毒保姆案？女保姆何天代毒杀70岁雇主，还供认自己以类似的方式在1年半之内作案失踪。原来何天代认为，一旦有人雇佣他，如果做不足1个月，老人去世了，雇主也要给足1个月的工资。于是他毒杀了一个又一个的雇主，原因只有一个，拿到1个月的工资。你看，这就是心穷的人的逻辑。
如果这个世界不能满足我，就让这个世界去死好了。这样的人和得不到玩具就赖在地上跺脚发飙的婴儿有什么区别？假如你身边也有这样的人，记得一定要远离。他们只会以自我为中心，极端自私自利，他们从来不会把别人放在心上，在麻烦别人时他们理直气壮，伤害别人时更理所当然。千万别以为用善意就能感化这样的人，这就像农夫与蛇的故事一样，对于一个既愚蠢又自私的人，你给他再多的善意，得到的不是感恩，而是恩将仇报。这样的人注定众叛亲离。是极度自大又极度自卑。最近一档1v1相亲的综艺，因为一个奇葩男儿上了热搜。男嘉宾见到女孩上来开始了茶壶口式提问，一会儿问你是公招考上的吗，一会儿又对女孩的学历穷追不舍。散步的过程中下起了雨，女孩提议去日料店吃饭，男嘉宾就邀请工作人员一起吃饭，而原因居然是工作人员也要吃工作餐，不如一起把账给报了。吃饭的时候，他还振振有词地解释自己为什么不肯在相亲时多花钱，理由竟是太多女生看上我了。他认为自己的条件很不错，既是重点大学毕业，又是公务员，长得还不算差，因此在相亲市场很吃香。可一会儿又说，现在相亲的这女孩子长得太漂亮，可能看不上自己，请吃这么贵的日料，要是不成功，岂不是亏大了？看，一个既自大又自卑的形象跃然纸上。试想，这女孩若是真的和他在一起，后半辈子过的该是怎样的日子？可惜，这样的男人在生活中并不鲜见。曾看过这样一个帖子，一个姓刘的男子写文章抱怨自己的老婆，原因是他老婆经常晚上8、9点才下班，家务自然就落到了刘先生的身上。刘先生懒散惯了，常常不打扫家里，一袋垃圾从早上放到晚上都懒得去倒。时间长了，夫妻之间难免有矛盾，尤其是刘先生更是一肚子怨言。帖子下有人提问，那你一个月赚多少钱？你老婆一个月赚多少钱？刘先生淡淡的回答，我赚2000多，她赚1万多。网友们抨击他，他却说，月入过万的女人不也是女人，做家务不是女人的分内事吗？再说要我选，我宁可选个赚1000块的女人结婚，至少还能听我的。你看，和心穷的人在一起，他用着你的钱还要求你做家务，他不求上进还希望你不上进，就算你比他优秀100倍，他也能用满满的男性优越感看不起你。阿勒德在《自卑与超越》一文中这样说，每一个看似高人一筹的表现背后都藏着自卑感。婚姻原本是一段你来我往的长情告白，可嫁给了一个心穷的男人，婚姻变成了一场较量。他比你强，他看不起你，你比他强，他也要把你拉到比他低的位置，然后看不起你。夫妻之间就算再深的感情，也会在无谓的较量中消失殆尽。这样的人注定撑不起一段婚姻。余生很贵，记得离开心穷的人。你还记得网上有这样一个问题吗？心穷的人到底缺什么？这个问题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和深思。其中一位高赞回答者给出了这样的答案：心胸缺开阔，眼光缺长远，骨子里缺志气，生活里缺情趣。这些简单的话语却如同一把锐利的剑，直指人心。那些心穷的人，他们看似生活如常，但实际上他们的内心早已空洞，没有了朝气和活力。他们没有勇气去改变现状，没有能力去撑起一个美满的婚姻，更缺少一颗感恩和善良的心。他们为了自己一点蝇头小利，就能毁掉别人的人生。你能想象这样的人会是什么样子吗？他们的眼神是冷漠的，他们的世界是灰色的，他们的人生甚至不配为人。然而，真正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，是充满了希望和挑战的。生活的贫困并不可怕，只要内心富有，我们就能找到前进的动力。贫困甚至可以成为激发我们上进的动力，让我们更加努力地去追求理想，去实现目标。然而，如果心穷了，那么即便你给他再多的钱，也无法改变他们的人生。他们的人生将永远停留在原地，无法前进。人生是非常宝贵的，每一天每一刻都充满了无限的可能。因此，
我们要记得离开那些心穷的人，更不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。无论我们身处于人生的什么境地，顺境还是逆境，我们都要保持一颗良善的心，保持成长的态度，保持上进的精神。只有当你不把困境归咎于他人，才能拥有不惧风浪的能力，才能真正的站在生活的舞台上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。一书说，穷是一种心态，穷不是因为出身，也不是因为际遇，而是因为内心的贫乏和荒芜。善待他人，专注做事，学会分享，内心才能慢慢充盈，慢慢强大。一切福田不离心地。一个人赚到的钱，其实都是内心的投射。把心修好，赚钱也就水到渠成了。世上没有真正的穷人，但有心穷的人。穷是经济上很紧张，心穷是心态不好，思维模式很机械，就像一间房子困住了一个人的心，活成了一个囚字。你要相信，穷则思变，变则通达。只要心中有光，人生路就会越来越宽。愿你的余生眼里有光，内心富足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